大家好，我是苏先生。我们现在位置呢在南台南副都心，你相不相信？2字头买南台南副都心周边，走，我们现在去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案子哦，东都绿学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离南台南副都心很近哦，那边就是南台南副都心，然后只有一路之隔的一个距离哦。所以它不管是公共建设啦、生活环境跟未来的发展其实是一样哦。由于台南市区属于早期就开始发展的一个类型哦，尤其是东区与中西区，现阶段相当少见大型重划区。南台南副都心就是少数位于市区之中的一个大型重划区。我们可以看到南台南副都心它会受欢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紧邻文化中心跟巴克里公园。我们可以看到那片绿意盎然的一个森林哦，那就是巴克里公园。然后那栋白色建筑物就是早期的德安百货，那德安百货就在文化中心的正隔壁。文化中心生活圈一直是台南人很喜欢的一个住宅区段啊。南台南副都心也延续文化中心的一个生活环境，有相当高的一个接受度，因此南台南副都心也是台南市政府目前相当重点发展的区段之一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即将增设一个台铁车站南台南站。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站体已经在建筑中哦。根据交通部铁路局的一个规划哦，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将在2026年底第一阶段就可以来完工，到时候我们的南台南站也会正式启用。那除了铁路地下化以外哦，台南捷运第1期蓝线也通过环评，依照台南市捷运局工程处目前的规划，2026年就可以开始动工。而第1期蓝线也先规划了地点，相当接近南台南副都心的 B8 站，靠近文化中心的地方会有个B8 站，就是在那个白色大楼的附近哦，所以距离这边其实相当的近，未来会有双铁的一个便利性。不仅如此，台南市政府也相当积极在南台南副都心招商哦，地点就位于南台南站旁边，相当精华的土地，大概17000坪，预计在今年中启动公告招商的一个程序。那在房价的部分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比较早期的一个社区，就是富丽的社区。一个是富丽合族跟一个富丽珍邦，像是507年的富丽合族，在2024年10月38.57坪的实价登录价格为42万元哦。像是中丹达利最新的实价登录价格已经来到了45.1万元一坪哦。而位于崇贤2路的清景林延伸，在2024年底的实价登录价格也即将突破每坪50万元的大关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后方的东都绿学哦，它的位置呢跟南台南副都心只有一路之隔哦，但是它的房价呢却更合理了一些。它目前的广告户换算下来，每坪单价不到3字头，比起南台南副都心的一个产品，每坪单价大概有10万元的一个落差。对，苏先生就是要带你找便宜实惠、价格很杀的房子。那这一间呢，全幢坪数25坪，含车位，总价只要888，单价不用到30万，而且不是小两房，是大两房，格局相当方正，间间都有开窗。那东都绿学不止2房哦，连3房都不用3字头哦。这一间是35坪，含车，只要12208的一个广告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一开始是一个管理室哦。那因为它基地占地3000多坪啊，所以它整个的公共设施很完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会客室跟管理室的一个部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外面是一个水池造景的部分，整个空间很通透、很宽敞。然后外面还有绿意，相当舒服。然后这边也是另外一个会客区跟一个阅览空间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就是一个公园，所以整个的窗景其实是很绿意盎然的哦。那由于这个是一个大基地、大社区，它大概有450户左右的一个户数，所以它的管理费降得非常低哦，一坪只要55块左右。走，那我们进来看。我们可以看它基地的中间啊，是做花园跟水池造景的一个部分，它两边都会有动距，不是那种很拥挤的一个大楼社区，整个的空间看起来很舒服、很惬意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2间琴房哦，如果小孩子有请家教要来教小孩子钢琴的话，我们跟管理师登记，我们就可以使用琴房这样子的设施。东都绿学它还有一个环保室哦，就是我们收集垃圾、存放垃圾的一个地方哦。走，我们进来看。那这边就是资源回收的一个部分，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还有冷藏，比如说我们厨余啊比较容易发臭的，然后它这边就有冷藏的厨余的一个空间，让整个空间就不会这样子臭臭的。那这个是多功能教室，
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很大，然后这边的公设都有景观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绿意啊，整个中庭花园的一个部分，开阔感都很好哦。即便是公设也是一样。哇，它健身房也是超级大的哦！你看，超过10台的一个跑步机，然后脚踏车、飞轮，整个空间很宽敞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社区的一个儿童游戏区哦，然后它有一个溜滑梯，所以我们不管是要遛猫、遛狗、遛小孩啊，其实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就可以完成了，完全不用到外面的公园哦。我们这边社区里面没有车啊，所以更加的安全，也更加的放心哦。那这边呢，它也很符合时下，这边还有个韵律教室啊。社区几个邻居就可以凑一班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，社区的一个韵律课程，完全不用还要再舟车劳顿跑去外面的一个健身房，在这里就可以使用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东都路学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哦，就是它的车道入口，它是采一进一出，所以我们汽车只能从这边进去，所以我们的动线就会很流畅，然后也会比较安全。那出口是在另外一边。那这是东都绿学的一个停车场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全平面的一个车位，它每一户都可以配一个车位，两房的话也是要配一个车位。如果你是买到4房，你就可以优先买第2个车位。那它机车跟汽车的停车空间是分开的，出入口也是分开的，所以一户都会配到一个机车的车位，都有得停。那这是东都绿学的一个梯厅哦，它是6户共用2台电梯哦。然后它这个是梯厅，然后我们走过来。它分成2边，然后这边是3户，另外一边是3户，它的表现还不错，不会很拥挤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东都绿学2房的部分呢。客厅它是做大开窗的一个设计，阳台的空间整起来了，其实室内空间相当的方正宽敞哦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25平的2房哦，反而是比较像3房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客厅哦。那它的厨房的一个位置是在这边，它是配一字型的一个厨具哦，然后一样是3机樱花牌的一个烘碗机，然后它这边是采用樱花牌的 IH 炉跟隐藏式的抽油烟机，然后柜体的部分，然后玻璃烤漆的一个面板，人造石台面，很少看到2房还有独立4人桌的空间，通常2房的餐桌就会跟客厅是同一块，但是呢，这个2房它有一个相当独立的一个客厅空间，而不是在跟餐桌共用。他们是很有经验的一个建设公司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。然后厕所是在这边，这边是公领域，所以这边是客厅、厕所、厨房，那边是私领域，那边是卧室。然后我们的一个厕所，它使用了 TOTO 的一个马桶，搭配洗便座，然后还有一个干湿分离淋浴间，然后多功能花洒。然后呢，它把工作阳台的部分做在浴室的里面。其实这样的规划虽然比较少见，可是这样其实很实用哦。我们可以直接洗完澡，把脏的衣服就丢到洗衣机，工作阳台空间也是够大。然后它直接就帮你做一个拉门，这个不是装潢的部分，这个是原本的标准配备，空间会比较好使用，不会被门挡住，我们进出就会有局限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卧，主卧在这边。它其实2间房间的一个大小都差不多，这边大一点点，然后其实都可以摆得下双人床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比较大的房间，你看我们双人床以外，我们这边还有走道，然后那边有化妆台、衣柜空间，是实际可以挂衣服的一个衣柜空间，然后还有到，其实我们要做整面也是有可以啦，只是说它这样子的装潢设计比较没有压迫感。然后我们电视可以放这边，这边其实我们可以放一台，我看50寸、55寸的电视都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的主卧也是做大开窗的一个设计哦。其实我们的房间采光都真的非常棒。次卧的部分空间比主卧小一点点而已，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搭了上双人床、梳妆台，然后衣柜，好，衣柜也是可以吊上外套的一个衣柜，尺寸都很够用。其实这样子2房的空间来讲，确实是 CP 值相当高，2个房间的空间都其实蛮大间的，然后它还多了一个餐桌的一个空间，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比较少见。然后这一间房间也是有开窗，那我们室外机就放在这边。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东都绿学3房的部分哦。
那这间3房是35坪哦，一进来就有一个玄关哦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市区的3房很少会有玄关的一个配置。那这边是鞋柜，多了这一块玄关，我们也不会一进门就看到我们的客厅，空间要有一个缓冲，住起来会比较舒服。然后，所以它一个35坪的空间可以有玄关，基本上就是一件很令人惊喜的一件事情。而且不止如此哦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独立的厨房空间就算了，我们还有一个独立的餐厅空间哦。我很少看到35坪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坪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厨房的部分，3房它的厨具又更大组了，然后它一样是一个一字形的，烘碗机更大台了一点，然后这边就变成了是一个瓦斯天然气的一个炉具，人造石台面，柜子就多了很多柜子，我们的收纳也就比较好收纳。然后我们的一个冰箱预留空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个电器柜的一个空间，哇，是不是就很好用？好，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工作阳台。这间工作阳台就是从厨房进出了，然后一样洗衣机、晒衣服、室外机的一个空间都在这边了。多了这一块，我们让厨房跟我们的客厅中间有个缓冲。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空间，这么宽敞的一个客厅空间，如果我们要摆电视的话，可能可以摆到65寸啊、70寸都没问题哦。然后我们的客厅这边也是一个大开窗，它一样是没有做阳台的一个规划，它把整个阳台的一个面积给了我们室内来使用，让我们室内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我们的空间也都方方正正的。坐在这边看电视啦，然后喝个下午茶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室内空间，这是公领域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私人空间的部分，它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一个空间规划。这个主卧一样可以放到双人床、走道、化妆台，然后整片衣橱的空间又更大了哦。电视墙的空间，电视墙下面还可以摆橱柜，我们要放袜子啦、我们的 T 恤啦，或是说我们的内衣裤都很方便。然后这是我们主卧的大开窗。它也是采一个大开窗的一个设计哦，整个视野动距都非常的良好，采光也是很棒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橱柜，它的一个衣橱一样哦，也是可以放到外套的一个衣橱哦，这样子一个空间规划。然后这边是主卧卫浴，它主卧卫浴就采一个比较米色、灰色色调的一个质感，比较像是饭店仔的那种氛围。然后它也是用到 TOTO 马桶跟洗便座，这个也是 TOTO Washlet 的一个设备哦，灰色的一个台面，然后洗手槽，然后我们的干湿分离淋浴间，做功能花洒，很大一间的一个淋浴间。那我们来看2间次卧哦，这边是次卧的一个空间。那其实我们如果不要这个书桌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放得下双人床，然后一样开窗的空间，然后橱柜的空间。那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房间没有要当小孩房的话，其实它可以当一间工作室啦、游戏室啦，或者是更衣室，也是都还蛮不错、蛮方正，很好规划。然后我们另外就是空间，这间次卧也是一样哦。如果我们不要那个边桌的话，直接就是双人床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双人床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书桌、橱柜。然后呢，这一间也是大面积开窗，所以这样子的3房空间来讲，真的是很好使用。不管是我们的卧室，或是说我们的客餐厅、厨房，蛮好用的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台南市1哦，崇德商圈。那这边是早期发展的一个在地商圈哦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商店林立，像是丹丹汉堡、生产路上面还有一间独立门市的全联，然后也有大型医院。南台南副都心骑摩托车3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，相当方便的一个生活圈。那我们生产路哦，向西走，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大同路，那也就是我们的省道1号哦，车程大概10分钟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台86快速道路，连接国1或国3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交通机能就非常的一个方便哦。大同路往86的方向，还有家乐福以及秀泰影城。
如果大同路往北走呢，就可以到我们的大林国宅，提供相当丰富多元的一个生活机能。那如果我们以大同路大概10分钟车程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市区哦。所以这边其实地点呢相当接近市中心，机能相当的一个丰富跟发达。那以上就是今天东都绿学的开箱影片，我是苏先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